这是萨蒂的金诺佩蒂舞曲。萨蒂很有意思，他是极少主义的这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。那这个极少主义呢，是在这个德彪西、拉威尔这个印象派之后，他们这个是估计是觉得还不够朦胧，再来一个更朦胧的。对，我很喜欢萨蒂的音乐，因为他的音乐在很多电影里都有，他有一点感觉就是像那种背景的那种音乐，但是呢，他又不是完全背景音乐，因为他有很多的起伏啊，但是确实是挺慢的。我第一次弹萨蒂的曲子是在这个外国和中国合资拍的一个电影叫《Painted Veil》，对，是那个电影是在这个阳朔拍的，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景色啊，叫《Painted Veil》啊，当时还拿了那个金球奖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啊。我当时录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曲好简单，录这干嘛呀？太容易了，就这样。但是我越弹越觉得这个曲子不好弹，就萨蒂就是这样，就是他会让你感觉，哎，我好简单，我特别容易，哎，你就碰不着我，他就是有点这种极少主义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两个和弦来回换，就这俩和弦，而且你还不能弹快啊，这是缓板，就是就要快睡着了还没睡着的那种感觉。一定要稳。你看，你要感觉要睡着了，他又给你弄醒了。所以这，你看，你又快睡着了吧？又快睡着了啊。然后呢，他又来了。快睡着了吧？然后，实际我非常感谢陈其刚大师啊！我那年和他录这个张艺谋导演的电影《归来》，就是讲有一个，就是巩俐演一个这个就是老年痴呆，就是健忘症，然后等着她的丈夫回来嘛。非常非常感人，当时特别有意思，因为我原来小时候不太愿意弹这类型的曲子，我该怎么说啊？因为我觉得这种曲子就是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挑战性，就觉得哇好简单，就是那种就是 put me sleep， 让我睡着那种感觉。但是我通过那次和陈其刚老师合作这个《归来》以后，我就突然对这方面的曲子全开窍了，就是这种极少主义的曲子。我觉得实际这里面有很多内涵的东西的，但是确实得需要用你的想象力来去填补一些情感，因为它很多都是留的空白，它留白很多，有点像我们的山水画，不是什么地方都有音儿的。从余音中你去找一些内容，但是呢，弹这种曲子就是你心态一定要完全的放平，但是呢。你的想象空间不能停，
琢磨一些停顿的音的时候，你去怎么去想它，让它去来填补这个问题。比如说啊，像这种。你快离开这个目标了吧？还有人又回来了，所以实际极简主义、极少主义都不好谈，实际很不好谈。当然，你要如果是一旦是突破了这个口，就很好谈，因为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。但是它就是考验你的心态，考验你怎么处理留白的空间。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啊，就是你有时候在弹这个曲的时候，你感觉你在弹伴奏，就是它这种，比如说。你自己给自己弹伴奏，就是你自己又是唱歌，然后你又给自己弹伴奏，就是你感觉你是在摸索中，哎，我是不是在创造这个曲子？它有点像即兴曲，但它是一个慢的舞蹈，这个舞蹈还比较，对，这个我们就不用解释的太清楚了啊。对，它是朦胧中的舞蹈，它这个舞蹈呢是非常缓慢的。实际当时德彪西也用的，就是他的组曲里面也是写了一个非常慢的舞蹈，是在他这个前奏曲里面，就一个非常慢的。所以萨蒂并不是创造者，也是3拍子的。也是一个非常慢，是一个道理的舞蹈啊。对，所以你在朦胧中间去找这种感觉，找这种特别真实的情感，因为你这个曲子如果弹成一个背景吧，它就没有真正的情感了。这下手还得稍微的有一点点，不是说重嘛，但是你也得往里钻一下，你不可能就弹的就是很不在乎那种。你假如说你要如果这么弹的话，这个曲子没有任何意义了啊，就这种。这是完全被简约了，所以这也不行。所以这个曲子，然后你弹快。